我是个恋爱脑，被金圈太子爷盯上了，他让我做他白月光的替身。别人好奇，他傻吗？知道自己是替身还不跑？太子爷冷笑，没谈过恋爱脑，总养过狗吧？给点好处就行。一转头，他兄弟给了我一块蛋糕，我连夜还了他一封情书。哥哥，做我男朋友吧，命都给你。太子爷脸色难看的把我拽回来，给块蛋糕就喜欢上了。你是不是没脑子？我一脸甜蜜的说，有啊，我有恋爱脑，我是个恋爱脑。开学第一天就被群嘲了，因为我在上课期间接到了金圈太子爷李寻的分手电话，手机自动开了免提，导致全校人都知道他白月光回来了，他要跟我分手。李寻最后一句是，你攒钱买的球鞋我扔了，我家狗都不穿。还有小恋爱脑，以后别再为了男人省钱吃泡面了。现在全校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我，笑死，他为了攒钱竟然只吃5毛1包的泡面。许露愚蠢但实在美丽，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恋爱脑？此时正是傍晚下课，他们蛐蛐我的时候，我正坐在灌木丛的死角处偷偷抹泪，手里还捏着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手边绳。不远处传来几个女生的嬉笑声。我知道那个白月光周颂颂嘛，家庭条件跟许露差不多，靠李寻的资助出了国，听说最近回来了。我以为许露会成为第2个周颂颂，怎么可能？周颂颂出国后就谈了新男友，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李寻怎么可能在做？怪就怪周颂颂把他们捞女的路走窄了。我听得心里难受，想起李寻最开始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装穷，连吃饭都是我掏钱，他还逼我给他买礼物，动辄几百上千。那会儿我一天打3份工，睡觉不足5个小时，就是为了维持开销。后来被我发现家事后，李寻就只是扔下句轻飘飘的对不起，然后继续享受我的好。一般人到这也该分了，或者想办法从他身上捞点好处。但是我真喜欢他，甘愿为爱做狗。晚上室友都回寝室了，我还要出来打工，结果走到半路就收到李寻的消息，今晚周颂颂没来，你在哪？我红着眼睛还饿着肚子打下几个字，分手了就别找我。还没发出去，李寻就打电话过来，熟悉的懒散的声线带着微醺的沙哑，小恋爱脑，现在过来我就不分手了。风在耳边沙沙作响，我咬着唇，好半天调转了自行车车头。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知道自己窝囊，可是我有好赌的爸，生病的妈，超雄的弟弟，欠债的家，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谁对我好我就喜欢谁的毛病。骑到李寻发给我的会所时，我已经出了一身汗。推开门时，里面传来李寻和几个兄弟熟悉的闲谈。哥，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明明你只是大冒险输了，周颂颂让你叫，你真叫啊？李寻冷笑一声，知道我当初在周颂颂身上砸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心思吗？他喜欢我就哄着呗。可是许露又不傻，知道自己是替身还来，万一是耍你呢？李寻的身影隐在暗处，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没谈过恋爱脑，总养过狗吧？这种恋爱脑给点好处就行。我从来没觉得如此屈辱，眼泪瞬间就落下来。转身的瞬间，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对方清冷的薄荷香冲淡了4周的酒气。看着路，他轻轻扶了我一把，拉开了距离。清冷好听的声音格外抓耳。我抬起眼睛，看见了一张漂亮又冷漠的面孔。他好像是李寻的朋友，叫谢远。谢远手里托着一枚小蛋糕，不过已经被我的脸压坏了，于是干脆朝前一递，给你了。那一刻，我听到了自己心动的声音。我想，我又恋爱了，能对他死心塌地的那种。身后的门骤然打开，李寻站在门口，看见我狼狈的样子，被逗笑了。小恋爱脑，你真来啊？我刚才都是耍你的，快点走吧，别让我女朋友看见。但此刻我什么都听不见了，像中了邪一样，仰头看着谢远，满脑子都在尖叫。他给我蛋糕，他一定是喜欢我。李寻不耐烦了，还杵着干什么？滚！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只见我拽住谢远的衣角，娇羞地说：哥哥，做我男朋友吧，命都可以给你的那种。谢远垂下眼，诧异地挑了下眉。真的？命都给我？身后的李寻当即暴怒，把我死死往身边拽。给块蛋糕就喜欢上了？许露，你是不是没脑子？我拼命地挣扎着，脸上写满了春心萌动，凶巴巴地对李寻说：你别管，我们恋爱脑心里有数。你们在干什么？一道温软可人的声音打断了这场闹剧。我背上的力道瞬间消失。李寻松开手，轻咳一声：颂颂，你回来了。顺着李寻的目光看去，不远处站着一个明眸善睐的女孩子。我心里莫名的一揪，我知道她是周颂颂，那个同学口中家庭条件跟我差不多的女孩子，可是她穿的好像名门千金，从头精致到脚。手里的提包，我只在室友的杂志上看过，要10几万。反观此刻的我，身上穿着李寻送我的25元地摊货，轻轻一抓，褶皱就爬满了全身。这一刻我才明白，我真的让李寻给耍了。我根本不是什么穷养的女朋友，甚至不如他家有保姆照看的小狗。周颂颂走过来，自然而然地挽住李寻的胳膊，好奇打量着我，笑嘻嘻地说：你就是让阿寻陪你吃苦的女生。阿寻总说你丢人，不爱带你出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让他给你道歉好不好？见我沉默，李寻啧了声，不耐烦地说：道什么歉？知道我有女朋友还来，也不嫌害臊。回去吧，笨手笨脚的，别人说什么信什么。我整个人瞬间被一股沮丧的情绪笼罩，忍不住盯着他骂了一句：你们2个傻 X， 不许骂人。李寻冷着脸把我往外推，去吧，小恋爱脑，找你的谢远去。被拒绝了，别哭鼻子。说完，他看向站在旁边玩手机的谢远，一脸玩味地说道：兄弟，这个拖油瓶想让你送他回去。听见了？谢远冷淡地打断了他的话，收起手机，从置身事外的状态中回来。走吧。李寻和周颂颂脸上的神情齐齐一僵。
谢远，你……谢远平淡地撂下句。我待够了，顺路。一路上，谢远走在前面，都没有说话。我努力拔起了褶子的衣服弄平。走到大门口时，谢远依然低着头，见我眼巴巴地盯着他瞧，突然笑了，这么看我干什么？我就是想问问，我可以追你吗？谢远高出我一头，灯影交织下，他垂眸的瞬间竟显得有些温柔。不是为了气李寻，晚风带来了他身上的薄荷香，我的脸不争气的红了。为什么要气李寻？因为……谢远说了一半，突然转了口，算了，暂时不许追。我的心跳戛然而止，有些不知所措。等你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喜欢了，再来跟我说。谢远悠悠回了一句，喜欢还有真假？我扑过去，有些急了，你是不是嫌弃我是恋爱脑？谢远伸出一根手抵住我的额头，推远，笑得勾魂夺魄的。是。见我还想说话，谢远又把我推远了些，轻轻笑开，离我远点，自己回去。回去的路我选择了不行。谢远就不紧不慢跟在我身后不远，直到送我到寝室楼下。等我再想跟他说话时，谢远头已经也不回地离开了，弄得我不免有些沮丧。回到寝室时，又恰好听见室友们正在议论周颂颂，她真的好漂亮，要不说钱养人呢。许璐就是傻，不知道傍大款，天天吃泡面，饿得跟小鸭子一样干瘦。我推开门，他们的对话戛然而止。室友们突然装作很忙的样子，蜂拥出门洗漱了。鼻子一酸，我差点哭出来。结果李寻这时候突然打来电话，被我摁掉了。接连几次之后，李寻炸了毛，发消息威胁道：接电话，不然让宿管天天查你们寝。我就是这么窝囊，被他一威胁就接了。你追上谢远了？他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终于发了脾气，滚吧，你个狗东西！往常我敢这么骂李寻，绝对要我好看。结果今晚李寻好像心情不错，懒洋洋地应道：许璐，你能不耐别拿腰轴？你那是喜欢我兄弟吗？我都不想戳穿你，那你戳穿我。李寻大概快被我气死了，咬牙切齿道：别想为了气我到处勾搭男人，谢远不是你能想的。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爬上床躺好睡觉。一闭上眼，李寻的话在脑子里直打旋。我凭什么不能想？冲动之下，我拿起手机又给谢远发了条消息：我现在真正喜欢你了，可以追你了吗？谢远回了冷漠无情的3个字：不可以。分手这件事虽然让我遭到了全学校的耻笑，但是有一点好，不用养李寻，我生活费又够用了。我从一天打3份工变成了只做校图书馆的勤工俭学，甚至还被好心的图书馆老师送到夏令营，免费参加学校举办的拓展活动，地点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座山里。我到的时候，李寻正在陪着周颂颂生活。他看见我，把棍子一丢，不耐烦地问旁边：谁允许他来的？一旁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回复：是学校的2个免费名额。我这才知道，这个活动是李寻家里赞助的，就是为了方便他跟周颂颂谈情说爱，所以他请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他认识的僚机兄弟。那2个免费名额是为了让普通同学回去传八卦用的，没想到竟然被我占用了一个，难怪李寻正生气。毕竟我小肚鸡肠的，肯定不会帮他传八卦。周颂颂笑眯眯地说：没关系，来了就一起。许璐也不是不知道分寸的人。我扫了一圈，没见到谢远，忍不住问道：谢远在吗？毕竟老师跟我说谢远来我才来的。李寻冷哼一声：你看他像懂分寸的样子吗？谢远不来，你来生火。他们一群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全程靠指挥我把篝火烧了起来。入夜之后的山里还是有些冷，升起篝火后，众人纷纷围坐在篝火旁边。我被他的一群兄弟挤到了角落，中间位置让给了李寻和周颂颂。周颂颂锁在李寻怀里，娇滴滴地说：阿寻，我还是冷，你让许璐把火声大点吧。我不情愿地丢了块柴火，不小心连同一条项链甩进了篝火里。哎，嫂子，这条项链不是你的吗？周颂颂看着在篝火里的项链，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笑的事。是啊，这可是阿寻送给我的第1件生日礼物，好像绝版了。许璐，你从哪里弄来的高仿？我这条当然是自己买的。当初我俩1周年，我兴高采烈地给李寻买了双球鞋，给自己买了条项链，就是这条。李寻不仅没夸它好看，反而让我扔了。此时我掏出撬棍，刚想把项链从火堆里勾出来，结果李寻抬脚把项链往里面踢了踢。冒牌货，你还要它干嘛？早让你扔了你不听，不嫌丢人。我的火气顿时上来了，他200块钱呢？李寻听完，嘴角不由得勾了勾，200也算钱？还是说你忘不掉我，舍不得扔掉这破玩意？他们真的很没有礼貌。我正考虑把烧过火的撬棍丢在李寻脸上，身后突然响起一道清冷好听的声音：疼的地方。冷淡简洁的措辞，熟悉的薄荷香，让我立刻知道是谢远来了。他可真是个妙人，只要一出现，我什么气都消了。我仰起头，只见幽蓝的星空下，谢远双手插兜，松散地站在我身后，居高临下的垂头看我。谢远，你不是家里有事来不了吗？李寻蹙眉问。谢远在我旁边的空位处坐下，慢悠悠回道：处理好了，今晚老师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我狗腿的把烤肉递了过去，脸上是藏不出的春心萌动。李寻冷笑：许璐，你项链还捡不捡？然而我没理他，只是看着谢远顺手接过烤肉，像是做了几百遍一样顺其自然，跟旁人聊起了天。我在旁边又美滋滋的烤起了新的。最后是李寻看不下去，垮着脸联合几个狐朋狗友把我赶回去睡觉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转身离开的时候，周颂颂跟众人打成一片，笑声传出很远，跟我人见人嫌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寻若有若无的声音传来，似乎是对谢远说的：兄弟对不住了，许璐最近老缠着你，给你添麻烦了。
谢远轻轻笑出声，声音在深夜中传出很远。我记得你好像分手了。是啊，那又怎么了？你替他道什么歉？还不是因为他对我余情未了。李寻拿着撬棍，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篝火。许露那点心眼我还能看不透吗？就是拿你气我呢。起风了，篝火的火星子被吹得上下纷飞。谢远的眼神隐没在忽明忽暗的光影里，似乎笑了。倒也未必。什么？李寻似乎没听见。谢远抓起了一旁的冲锋衣。天凉了，我说早点休息。说完，走到一旁的房车对面，和蹲在地上捡东西的我来了个四目相对。月色清明，洒在山间坑洼不平的石子路上。谢远停下脚步，轻轻笑出声。在找什么？我在偷听他们说话。谢远似乎看穿了我，将冲锋衣罩在我头上，大手在我的头顶摸了摸。要进去坐坐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蹲在谢远的房车门口。李寻的声音突兀地从后面传来。谢远，我想了想，我跟许露分手还是太草率了。不等我反应过来，谢远拎着我进了房车，啪一声关上了门，伴随着一声轻响，门闭合了。月光被百叶窗遮在了窗外，漆黑如墨笼罩在四周，静谧的只能听见我们的心跳声。我就被他抱在怀里，耳朵贴在他胸口，清浅的呼吸和心跳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衣，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李寻那句分手还是太草率了。谢远捧着我的脸颊，强迫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来，低声问我做你男朋友好不好？这句话瞬间把我思路拉了回来。我愣了1秒钟，顿时却跃起来。你不让我想清楚啦？虽然我是真的喜欢你，但你要不要再等我琢磨透了？谢远听着我说了那么多，低声说没时间了，你前男友好像要后悔。说完径直吻住了我那张喋喋不休的嘴。一刹那，一股微妙的电流从双唇相触之处悄然滋生。随着谢远逐渐加深这个吻，那股电流如潮水般迅猛地席卷了我的全身。他身上那股独特的香气，此刻变得前所未有的浓烈，强烈地占据了我所有的感官。我只觉得全身上下都沉浸其中，每一寸肌肤都沾染上了它的味道，像个溺水的人一般仓皇地扒住了谢远。这种感觉既奇异又微妙，既让我感到不安，又带给我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谢远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波动，轻轻发出了一声哼笑，那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温柔。李寻还在锲而不舍地敲门。兄弟，我想清楚了，许露单纯不懂事，为了气我什么出格的事都做出来，我打算给他送出国，省得他搅和咱俩感情。天大地大，兄弟最大，你说是吧？一门之隔，我快要热化了，试图支撑自己的身体，但却不停地向下滑动。谢远并不打算放过我，每当李寻开口，他的吻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未曾有丝毫停歇。李寻开始狂敲门。谢远，你在干嘛？我跟你说话呢。谢远终于放开了我，带着被打断的不悦，沉声说别敲，睡了。李寻的话堵在喉咙里，睡这么早？或许是见没人回答，过了会儿，这人又问你看到许露了吗？谢远捋着我乱糟糟的头发，轻笑出声你前女友，我怎么知道？李寻离开后，我还沉浸在刚才的吻中，久久没回过神。怎么啦？谢远捏着我冰凉凉的耳朵，不舒服？我感觉心跳的有点快，还有点晕，站不住。以前李寻亲我根本不这样。谢远声音悠悠的，那是怎么样？他总是发脾气，然后咬我呀。谢远捏着我的下巴，低头咬了上来。这样没你温柔。谢远细碎的吻重新落下来，我再也站不出了，整个人顺着他出溜下去。谢远顺势一捞，让我跨坐在他的腿上。今晚就在这睡。我鼻子一热，有什么液体流下来，手忙脚乱地抽出纸巾。我们进度是不是太快了？我刚才偷偷鉴定过，谢远的腹肌很好摸的样子，腰也不错。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许露也能吃上一口好饭。谢远被气笑了，想什么呢？他们没准备你的房车。夜深了，外面渐渐安静下来。我睡不着，从被窝探出头问：那你今晚来是为了我吗？你是不是怕我住在荒郊野岭？谢远没说话。我孤勇半天，又靠近了些。喂，谢远。一只手突然扣在我的腰上，将我朝他拉过去。谢远将我抱在怀里，和他的身体贴得很近很近，体温快要把人烫化了。知道就闭上嘴，乖乖睡觉。我的心像是突然被羽毛挠了下，痒痒的，伴随着微微的刺痛。我吸了吸鼻子，突然嘿嘿笑了2声。笑什么？好像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李寻从前不这样对你？想起和李寻谈恋爱的时候，我摇了摇头，他只有在高兴的时候才会说点好听的话哄我高兴。谢远哼了一声，声音里带了冷意，似乎觉得李寻荒唐到了极点。你对好的要求太低了，如果他连基本的给予都做不到，你应该早点甩了他。我从黑暗中爬起来，抓住谢远的手，窸窸窣窣一阵忙活。谢远感受到手腕上的异物，想要开灯。我摁住他，送你的手边绳。李寻有吗？我重新缩回被窝。他没有，不等我送他就被甩了。这个是我另外编的，我小声补充了句，单独为你编的。黑暗中，谢远轻轻笑了声，捏了捏我的脸，那的确是好东西。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昨天负责组织活动的人说过，今天要早点集合，上山捡柴。谢远已经走了，我生怕迟到，急匆匆跑到集合点，结果发现现场除了燃尽的篝火，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就知道只有我当真了，郁闷的我跑到小溪边，随便捡了几根小树枝，就听那头传来嘈杂声。对不起，阿寻，我真不是故意的。统计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以为学校会为许露提供住宿，所以就没有订她的房车。山里晚上会冷得冻死人的。
哎，嫂子，你太不小心了。周颂颂柔软的哭声顺着风传来，我好奇地朝着声音的源头走。李寻语气十分不好，都他妈愣着干什么？给我出去找人！周颂颂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想去拽李寻的胳膊。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李寻却避开了他碰过来的手，冷冰冰丢下句，等找到许璐再说。结果一个转身，跟抱着一捆柴火的我四目相对，他阴沉的脸突然僵在那。片刻之后，他突然怒吼一声，朝我走来。许璐看着他那架势，我吓得一抖，以为自己又惹了这位少爷不高兴，丢了柴火就往后跑，然后还是比不过李寻的步子。他一把薅住我，将我死死抱在怀里。蠢货，你跑什么？我在他怀里拼命的挣扎，反而让李寻抱得越紧，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你有没有脑子？没地方住也不说。许璐，你要吓死我！我看见了跟来的周颂颂，他脸上毫无血色，大串大串的眼泪滚下来。阿寻，你别这样，我才是你女朋友。李寻仿佛没听见。许璐，不分手了，咱们不分了，好不好？可是我有男朋友了。李寻浑身一僵，松开了我。只见我面色红润，根本不像冻一夜的样子，唇上甚至还有个明晃晃的牙印。他的表情突然凝固在了脸上。李寻嘴唇颤了颤，突然死死抓住我的肩膀。谁要的？谁他妈敢当着我的面碰你？老子弄死他！一只手骤然隔空伸过来，捏住了李寻的手腕。李寻吃痛，发出了惨叫。谢远脸色如霜，冷冷地抬起眼帘，你要弄死谁？李寻在看到他手腕露出的一截红色手边绳之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谢远，你……谢远松开他的手，将一件厚实的外套罩在我头上，不冷不热地回道：是我咬的，怎么了？这个消息似乎对李寻的打击很大，他眼神空洞地看着我和谢远，后退了2步。谢远，你为了一个恋爱脑背叛我？谢远笑出声，都分手了，还说什么？李寻红着眼控诉，他今天敢抛下我，明天就敢抛下你。谢远无所谓地笑了笑，自己没本事，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说完捏了捏我的脸，走吧，回去收拾东西。李寻不甘心道：谢远，她是我前女友。知道了，你前女友。整个回程的氛围都显得有些僵滞。李寻冷着脸骂周颂颂，你不识数，房车还能订错，我看你也别上学了。周颂颂全程都坐在后面哭，只有我和谢远坐在前排，对后面的低气压一无所知。我啃了口热包子，为什么你能搞到热包子？谢远替我插上吸管，把豆浆递给我，让人送的。原来他起个大早是为了出去拿早点。我把一个包子递到他嘴边，酸豆角的好吃，你要尝尝吗？谢远笑了，没事，你剩下的给我。回到学校后，我又恢复了正常的作息，白天上课，晚上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谢远隔三差五的就来投喂我，不到1周，我胖了5斤，搞得室友都喜欢捏我的脸，边捏边说，鹿仔胖了好，胖了有福气。最近他们又爱上了讨论八卦，似乎是为了给我出气。寝室长特意在我回寝的时候说，李寻好像没跟周颂颂复合。那天有人看见周颂颂追在李寻屁股后面求他了，李寻走得飞快，理都不理。怎么搞的？别是还对咱们鹿仔余情未了吧？去你的！我们鹿仔就是再恋爱脑也犯不着吃回头草，对不对？我也不好细说，因为李寻已经消失1周了。虽然他从前就喜欢逃课，但1周总会露几次面，这次是消失得干干净净，搞得同学们私下里都在议论，是不是李寻和周颂颂的感情出了问题。从回国后就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周颂颂，这些天也肉眼可见的消减下去。这天我被周颂颂堵在了楼梯拐角，她的几个小姐妹把我摁在楼梯口，冷笑道：许璐，知道自己错哪了吗？不知道。周颂颂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李寻和谢远关系不错，他们2家一直也有生意上的往来，结果现在因为你，2家快要断绝关系了。许璐，你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吗？他说这话确实让我慌了，我只想踏踏实实谈个恋爱，然后顺利毕业，找份工作，没想给自己惹更大的麻烦。我掏出了手机，周颂颂一脸嫌恶，你干什么？又要找男人告状？但他来不及阻止，电话就已经通了。我忧心忡忡地把周颂颂的话复述了一遍。谢远就这么静静听着，最后笑出声，他挑拨你和我的关系，是这样吗？我家早就想跟李寻家断绝来往了，跟你没关系。我放心下来，那就好。我差点以为我又要分手了。谢远被我逗笑了，你在哪呢？我被周颂颂堵在楼梯口，他们好像想霸凌我。谢远声音一沉，在哪？我过去，别跟他们起冲突。可是电话快要欠费了，我急着挂电话。周颂颂的几个姐妹就上手了，我们颂颂姐看你碍眼，所以你得休学几年了。说完就把我朝楼梯下推去。几分钟后，当谢远匆匆领着老师赶到时，我正骑在周颂颂头上摁着他打。你刚才说什么？让我退学？旁边2个女生哭成了猪头，呜呜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被老师拉开的时候，我还想踹他2脚。周颂颂红着眼睛瞪我，不行吗？不行，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他们总说我好脾气，反应迟钝，对别人的恶意视而不见，那是因为我在父母那里承受了更多的恶意，只要能安稳的上学就很好了。可是他竟然要让我退学，这件事最后以我和周颂颂被双双叫去老师办公室结束。那天我愤怒的抱怨响彻了整条走廊，老师，他竟然想把我推下去，他人品太差了，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我退学？恰好最近学校举办了个活动，行政楼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我身上惨兮兮的，是滚下楼梯的时候弄的，所以当天晚上视频就被人发在了学校论坛。周颂颂好大的官威，一个学生会成员带头搞霸凌，逼人家退学，疯了吧？正常，谁还记他出国前非说一个女孩子抢她男友，把人打了啊？我以为他家庭条件不好，人还挺可怜的呢。
可怜什么呀？许璐才可怜，谈了3年还在受人欺负。当天周颂颂就吃了处分，他爸爸特意跑来说丢不起这个人，给他办了休学。我没敢跟谢远说，那天我是被推下去后又从下面爬上来的，但他好像知道，推掉了自己的一些事，每天寸步不离地盯着我，直到我身上最后一块淤青消失，谢远才去忙自己的事情。走之前再三叮嘱，以后不要硬刚，遇到人要跑，不要犯倔，直到确保我记住了，他才离开。结果这天放学，一辆拉风的超跑就停在了宿舍楼下。此时正值下课，人来人往的，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李寻倚着车门，一头漆黑碎发被夕阳染成了金红。远远的，他对着我招手：“许璐，过来。”我以为他是来替周颂颂出气的，站在几步之外，不情愿地问：“干嘛呀？”李寻冷着脸说：“带你出去吃饭。”我不想跟你吃饭。李寻一噎：“你别这么直白，我有男朋友，我肯定不跟你吃饭。”李寻彻底没了脾气：“许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喜欢谢远？是啊，但其实你是喜欢我。这几天熬夜看书，本来脑子就不太好，今天症状好像加重了，因为我听不懂他的鬼话。”李寻说：“你太单纯了，连最基本的吃醋和爱都分不清楚。你跟谢远在一起，只是为了报复我，让我回头，懂吗？”我皱起眉：“你吃菌子？我还是帮你打个120吧。”李寻不耐烦道：“你怎么还是不懂？就跟我在周颂颂身上花了钱，我放不下他一样。你在我身上也花了钱，所以你也不该放下我。可是他不是跟周颂颂分手了吗？那我也该跟他分手啊。”看我沉默默了，李寻过来拉我的手：“走吧，带你去吃饭。你想吃什么？海鲜、日料、西餐，随便选。”我后退一步，躲开了他的触碰。我觉得你肯定误会了，我们恋爱脑真没那么复杂，我就是单纯喜欢谢远。周围看热闹的学生越来越多，我说的话被不少人听到了，四周轰然大笑。李寻脸一黑：“别开玩笑了，许璐，一点都不好笑。”我没开玩笑。他和我对视片刻，见我老实巴交的看着他，突然爆了粗口：“你他妈真喜欢谢远，你给我过来！”在他抓到我之前，我背着书包落荒而逃。由于李寻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最近我和谢远约会都偷偷摸摸的，生怕李寻突然出现给我抓走。谢远瞧出了我的蔫巴，问道：“怎么了？我好像惹到李寻了？”吃饱后，我靠在谢远身上眯觉，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跟他说了。谢远听完冷哼一声：“你根本没喜欢过李寻，他可真好意思。”为什么？谢远替我打开了小风扇。如果你现在跟我提了分手，会是什么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谢远看起来有点微妙的紧张。我皱起眉，想起这个场景，这比李寻当众甩了我，让我被全校人蛐更难好。憋了好半天，我才磨磨唧唧地说：“还是别了吧，我可能连打工的欲望都没有了。”最后把自己饿死。好一会儿，我感觉眼泪都快涌出来了。我们将来真的会分手吗？谢远一愣，抽出纸巾摁在了我眼睛上。不分，我就是问问。我哽咽着，为什么要这么问？因为要确定一些东西。确定了吗？谢远对上我湿漉漉的研究，低头吻了上来，声音温柔：“确定了。”谢远视角，谢远把许璐送回女生宿舍后，遇到了在楼下等候很久的李寻。他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可是眉眼间却压着一层散不开的郁气。聊聊，他早就知道李寻会来找他。俩人走了很远，来到了从前常待的天台。李寻开了罐啤酒放在一旁，但是没喝，反而低声说道：“许璐穷，买不起啤酒，戒了这么久，现在反而喝不惯了。烟也是，周颂颂接风宴那天，我闻着他们抽烟，真特麻呛。”谢远站着没说话，其实他对李寻和许璐的过往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刺耳。他有一个男人正常的嫉妒心，要不是和李寻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他压根不想跟他说一句话。可是李寻还在喋喋不休。你知道吗？周颂颂在国外找对象那会儿，我天天抽烟，许璐也不骂我，他就跟我摆事实讲道理，说他没钱，供不起我。我当时就想，哪来的恋爱脑，自己穷成什么样了，还要养男人。谢远嘴唇勾起了嘲讽的弧度，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想告诉他许璐为他付出了多少是吗？不是很爱听，想打他。李寻说了半天，抬起头看着谢远。我知道许璐爱我，但我被周颂颂背叛过，不想让许璐成为第二个周颂颂，你能理解我吗？谢远倚在围栏边，听着耳边的风和李寻的鬼话，只是笑。所以你就让他白养你3年，3年而已，他吃3年苦，换一辈子荣华富贵，多少人求都求不来。说的好像你没提过分手一样。李寻把易拉罐砸到地上，酒花四溅。要不是你，那天早上我们就复合了。谢远的声音第一次变得如此冰冷。要不是我，那天晚上许璐就会被冻死在山里，他等不到和你复合的第2天。李寻脸色一白，满腔愤恨此刻骤然堵在胸口，再也宣泄不出一点，因为他知道谢远说的是真的。那天晚上他是和周颂颂在一起的，哪怕天明听见没有许璐的房车，哪怕他慌得要死，后悔的要死，光是这一点他就无言以对。谢远却不肯放过他。李寻，你是多金贵，还需要1条人命才能换回你的真心。李寻沉默了，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他的脸上，火辣辣的疼。是他明白的太晚，他对周颂颂更多的是不甘心，好的时候为他一掷千金，就像养了只身价昂贵的宠物猫，丢了都要心疼一会儿。可许璐呢，没花过1分钱，像街边的流浪猫，跑了也就跑了。可是经过那一晚，他才明白许璐跟猫猫狗狗不一样，他是真的喜欢上许璐了。好半晌，李寻像是被抽空了力气，扶着围墙慢慢蹲下身体。我是对不起他，但是不该是你。谢远，是谁都不该是你。谢远迎着风默默灌了口酒，就当我对不住你，但我不后悔。两人沉默着，直到谢远那瓶酒喝完。谢远转身要走，李寻问：
什么时候？是问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谢远笑了，大一入学。李寻没印象了，许璐大一入学那年，他正跟周颂颂打得火热。谢远也没有告诉他，大一入学，前脚在寝室里被家里人打骂的女孩，转眼就出现在新生入学仪式的演讲台上，眼神晶亮，暗含破釜沉舟之后对新生活的向往。他是那年他们省以最高分考进学校的孩子，他身上不是那种刚强，而是竹子的韧性，什么委屈都吃得下，再难都难不倒他自己。谢远那会儿跟家里闹得很僵，父亲的小三上门，母亲因为争家产将自己弄得歇斯底里。谢远一度产生了退学逃去国外的念头，可看着站在演讲台上眼神晶亮的许璐，他突然想再撑一撑，或许等他把烂摊子收拾干净，从糟烂的人生里爬出来，还可以认识一下他。结果他成了李寻的女朋友。其实这么多年，看着李寻对许璐做的一切，谢远好几次都忍不住想中途插手把人抢过来，但他还是守住了，这是不道德。等到李寻提分手再抢，是他最后的底线。谢远走到门口，想起我知道许璐爱过我，又气不过，回来踹了李寻一脚。他没爱过你。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寻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捏着许璐留在他这里的几根还未完成的手编绳，尝试着编了几下。他特意选了跟谢远手腕上一个颜色的。刚才看着谢远手腕上的手编绳，李寻生平第一次感到嫉妒。他好嫉妒啊！如果那晚没提分手，许璐肯定会用这些材料给他也编一条，只是他实在笨拙，编一下散两下，最后变成了几根软塌塌的线。李寻盯着迎风飘动的红线，突然捂住脸哭了。谢远从没有半夜给我打电话的毛病，于是今晚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最近校啦啦队彩排，宿管阿姨通常会留门到凌晨2点。我从侧门跑出去，看见谢远倚在一棵树下，松散随意地垂着头，十分安静。我小跑过去，你怎么半夜来了呀？靠近了，我终于闻见了他身上的薄荷香里夹杂着多余的酒气。谢远动了动，捧住了我的脸，想你了。说完，他不由分说地低头吻下来。月色穿过树梢，在地上洒下星星点点的银白，我的影子笼罩在他高大的身影里，被遮得严严实实。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心情不好。心情好的时候，谢远不爱喝酒。我又被他啃肿了嘴，缩在他怀里问：你好受点了吗？我感觉你今晚有点难受，不好的话我可以再给你抱会儿，反正宿舍阿姨要2点才关门。谢远捏着我的脸，许璐，你怎么这么乖呀？我和谢远的恋情还是没能瞒住。有人把我俩半夜亲吻的照片挂在了校园网上。谢远还好，不过评论对我就没那么友善了。上次谁说许璐蠢的，人家实在是聪明。李寻不靠谱，人家就换个大腿抱，总有愿意给他掏钱的傻大款。其实对于这些言论，我从来不去在意。室友们也心照不宣地屏蔽了所有的帖子。可是事情发生的第3天，学校老师突然把我喊了过去。进办公室，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突然开始浑身发抖。在我逃走的前1秒，老师叫住了我：许璐，来见一见你家长。隔着很远，我就闻到了我爸身上浓郁的烟酒味。我战战兢兢地挪出半个身体，看着我爸那张脸，你怎么来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听说你交了个有钱的男朋友？没有。他把照片调出来，长本事了，敢骗你爸爸了。他伸手就要抓我，被老师挡下。这位家长请注意一下，不能动手。我们学校有义务保护大学生安全。你他妈滚开！我教育自己闺女，关你屁事！办公室里瞬间乱了起来，我吓得拼命往后躲。突然有个老师把我牢牢护在身后。谢远在这。循声望去，谢远正从远处匆匆赶来，身后还领着2名警察。我爸一看警察，立刻情绪激动起来。他猛地抓起桌上的剪刀，贴在自己的颈动脉上，情绪激动地大声喊道：你们谁都别逼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反正我这条烂命也不值钱。许璐，如果你今天不借钱给我，就看着你爸死。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狠厉，似乎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逼迫我屈服。我让你从此走在学校里被人戳脊梁骨。我气得浑身发抖。那你去死好了。在我出来上学之前，他们就已经拿走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害我没学上。从那以后，我和他们断绝了关系，决心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得知我在跟谢远谈恋爱的。结果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爸真动手了。他挥舞着剪刀向自己脖子上狠狠地划去，老师们蜂拥而上。几分钟后，我爸浑身是血，被人抬了出来。我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浑身都在颤抖。谢远将我抱在怀里，没事，哭吧，哭出来就好了。这是我大学3年来第一次情绪崩溃。我抱着谢远嚎啕大哭，鼻涕眼泪擦了他一身。我爸被送去了医院抢救，由于老师们撞偏了刀刃，没划在大动脉上，我爸捡回了一条命。由于住院，债主们寻找新闻找到了他，听说我爸已经被债主起诉到法院，涉嫌赌博，可能会坐牢。我妈打来电话求我，被我拉黑了。事情发生过后的1周，谢远都寸步不离地陪着我，盯着我1天3顿饭。这天中午，室友突然闯进来，陆仔，我怀疑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把帖子发给我，前几天你爸的事闹出来，咱们学校同学好多同情你的，还说要组织捐款，帮你请律师告你爸的。结果今天突然冒出一群人，说你不孝无情，各种难听的话都有。谢远听完，转头看向我室友，方便给我看看吗？室友把手机递给了他。谢远扫了眼，确实有问题。我当天就报了警，很快事情就有了结果。黑我的人是周颂颂找的，原本只是道个歉就行的东西，周颂颂却一口回绝了。我说的就是事实，让你爸去死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对于这个态度，警察除了调解也束手无策。然而第2天，新的消息传来，我爸自杀这事是周颂颂教唆的，有明确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我和谢远谈恋爱的事也是周颂颂告诉的我爸。
他说只要我爸态度强硬，就不愁要不到钱。周颂颂看到证据后，态度一下子就软了，声泪俱下的辩解。我只是想让谢远看清他家庭是什么样的，好早点跟他分手。我没有恶意的，对不起，许璐，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警察当场拷走了他，教唆他人自杀，你还以为是小打小闹呢？小姑娘，这是要坐牢的。生活最终恢复了平静。谢远毕业了，忙着打理家业。我快到考研季了，每天忙得要死，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去看书的路上。少了李寻的拖累，我肉眼可见的丰腴了起来。每天抱着10几本书，从寝室走到图书馆，气都不带喘的。后来听他们说李寻出国了，出国前他给我打了笔钱，说是补偿我，我拿去交了考研班的学费，从此跟他再也没了联系。眨眼到了最后1年，我抱着厚厚的一摞课本出来时，外面下起了雪。今天是除夕夜，学校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放寒假回家了，只有我还在挑灯夜战。无论是保研还是考研，竞争都无比激烈。我熬了一个通宵，才把书里某块难啃的骨头啃下来。此时走在冰天雪地里，有些头晕脑胀，天空变成了暗红色，大雪纷纷扬扬。我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超跑，有些熟悉，看起来像李寻常开的那辆。不过李寻1年前就出国了，哪怕回来过年，我也不认为他会精神病到大半夜跑来空无一人的学校展示自己的爱车。所以我拖着疲惫的脚步与那辆超跑擦身而过。再往前就是谢远那辆车，在漫漫雪夜打着车灯，照得车前亮若白昼。我小跑过去，打开车门，钻进了副驾。厚厚一摞资料落地，我才终于喘了口气。谢远递来一杯热奶茶，刚才的瞌睡瞬间消失不见。我兴奋地问道：“你今晚也不回家吗？”谢远笑了笑，脸上已经有了青年企业家的成熟和锐利。不回，我们自己过。我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有些吃力地扭头看着谢远。那我们回去熬粥，上次你弄的腊八蒜应该也能吃了，不过我可能要先睡一会儿，我有点困。你记得到时候喊我起来看春晚。虽然春晚这几年越来越无聊，我事无巨细地絮叨着。谢远开着车，罕见的没有回复我。我古怪地扫了他一眼，发现谢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正盯着那辆超跑。你也觉得很像？我凑过去想再瞅一眼。谢远笑着把我摁回去，不是要眯一会儿吗？我开稳一点。哦，对。我打了个哈欠，发现谢远打开了我面前的暖风，催生了我压抑很久的睡意。我沉沉睡去，潜意识中感觉我等不到春晚开始，可能会一觉睡到明年。希望明年是个好年吧。谢远收回冰冷锐利的视线，驾驶着车平缓地驶入了除夕那场纷扬的大雪中，在被黑暗重新吞噬的停车场，少年的脸庞重新归于黑暗。李寻喝出一口热气，删掉了手机上的那条简讯：许璐，新年快乐。全文完。